你真的以为自己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你看过电影《大空头》，或者看过新闻里那些华尔街精英抱着纸箱子走出大楼的照片，你可能会觉得那就是故事的全部。你以为那只是一个关于贪婪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坏人做坏事的故事。但是，请相信我，你对雷曼兄弟的误解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这里有一个让你背脊发凉的数据：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不到1年前，这家公司刚刚创下了它150年历史上的最高利润记录。它当时是美国第4大金融巨头，在全球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资产。它看起来坚不可摧，它看起来像是一台印钞机。然而，从帝国极盛到彻底归零，这一过程只用了不到9个月。2008年9月15日，一个灰色的周一清晨，这家公司的首席法务官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，正式向纽约南区法院申请破产。那一刻，心脏骤停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案，至今无人超越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自911恐袭以来全球市场最黑暗的一天，恐慌像瘟疫一样顺着海底光缆蔓延到伦敦、东京、香港，世界经济从低迷直接被推入了深渊。我知道你们看过那些头条新闻，媒体总是告诉你是贪婪杀了雷曼，但这太简单了，这种廉价的解释掩盖了真正的问题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要带你回到那致命的9个月，甚至更久远的150年前。我们要拨开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，去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：雷曼兄弟这家拥有150年生存智慧、经历过内战、大萧条、2次世界大战的变色龙，为什么会在他看起来最强壮的时候突然暴毙？他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悬念：雷曼兄弟到底是谁？如果你抓一个现在的华尔街新人，问他雷曼兄弟是什么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它是一家投资银行。但这大错特错，这只是他临死前的身份。为了理解他的死亡，我们必须先看懂他的出生，因为一家企业的死法往往藏在他的基因里。把时间拨回到1847年，地点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，那是19世纪中叶尘土飞扬的南方乡村。一位名叫亨利·雷曼的德国犹太移民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干货店。请注意，他最初不是卖股票的，他是卖衬衫、床单、种子和农具的。这不仅是一个卑微的起点，更揭示了这家公司刻在骨子里的 DNA 机会主义。什么叫机会主义？就是哪里有钱赚，雷曼兄弟就往哪里跑。他们从不谈情怀，只谈利润。三兄弟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：当地的农民很穷，手里没有现金，但他们有一样东西——棉花。于是雷曼兄弟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们开始接受农民用原棉来交换商品。这看似是无奈之举，其实是天才的一笔。他们收了棉花，再转手卖给北方急需原料的纺织工厂。很快他们就发现，倒卖棉花的利润比苦哈哈的卖杂货高多了。于是他们果断关掉了杂货铺，变成了全职的棉花倒爷。这就是雷曼的第一条生存法则：不要爱上你的商业模式，要爱上利润。当美国内战爆发，奴隶制废除，整个南方经济体系崩溃时，雷曼兄弟倒下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再次展现了惊人的适应能力。他们利用这场混乱，北上纽约。这群曾经的杂货店主竟然帮着建立了纽约棉花交易所。看到这个逻辑了吗？从杂货铺到棉花贩子，再到制定规则的交易所，最后成为另类贷款机构。雷曼兄弟就是金融界的变色龙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它的形状取决于金钱流动的方向。直到成立50年后，他才决定通过一次豪赌转型为你我熟知的投资银行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稍微打断一下。很多人经常听到投行这个词，觉得很高大上，但搞不清它到底是干嘛的。我给你们一个最通俗的解释，把银行2个字去掉，换成一个词：中间人。血库是献血者和病人之间的中间人，超市是农场和家庭之间的中间人，而投资银行就是钱的中间人。它连接着手里有闲钱想投资的人和急需用钱扩张的企业。1899年，雷曼兄弟决定他要当全美国最大的资金中间人。同年，他们承销了国际蒸汽泵公司的 IPO。所谓的承销，意思就是雷曼兄弟认为这家公司值得投资，并担保如果公开市场上股票卖不完，他们将亲自买下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，如果那次 IPO 失败，雷曼家族50年的积累就会一夜归零。但幸运的是，这次 IPO 巨大成功，所有股票在1天内售罄。雷曼兄弟收取的费用比他们1整年的商品交易利润还要高，那是雷曼兄弟的成人礼。在接下来的20年里，希尔斯百货、梅西百货这些美国商业的基石都是由雷曼兄弟一手扶持上市的。那个时候，他是华尔街的英雄，是美国梦的幕后推手。但英雄往往会死于自己的傲慢。时间来到1929年，大萧条来了，
股市崩了。对于一个几乎完全依赖上市业务的公司来说，这本该是死刑判决。市场上没有公司要上市，没人要买股票，那雷曼吃什么？但雷曼兄弟再次展现了其惊人的适应性，或者说那种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本能。当所有人都恐慌时，雷曼兄弟做了一件当时没人听过的事儿——风险投资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风险投资几乎闻所未闻，但雷曼看到了潜力。当时有成千上万有想法但没有资金的失业人才，通过成为第一批投资者，他们可以用极少的投入获得巨大的股份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，它让雷曼兄弟在大萧条中依然赚得盆满钵满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开始变质了。二战结束后，公司开始什么都做一点，他将所有这些金融服务部门当作相互竞争的公司，做得最好的部门会获得丰厚的奖金，而表现不佳的整个部门则可能被解雇。这听起来像是高效的企业管理，但这造就了一个极度有毒的工作环境。想象一下，你坐在办公室里，你旁边的同事不是你的战友，而是你的敌人。为了抢夺资源，交易部、投行部、风投部之间互相拆台，隐瞒信息，背后捅刀子。大家不为公司工作，大家只为自己的奖金工作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这位公司赢得了一个绰号——恶魔赌场。这个绰号暗示了什么？暗示了其内部的过度冒险和背信弃义。这家四分五裂的公司非常擅长为内部人员赚钱，但由于部门间的混乱，除了通过金钱流动来赚钱之外，没人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。最终，这种混乱导致了巨大的人才流失。在1984年，虚弱的雷曼兄弟被美国运通收购，这本该是故事的结局。一家传奇投行沦为大公司的附属品，名字逐渐被人遗忘。但有一个人拒绝接受这个结局，这个人将亲手把雷曼推上巅峰，再亲手将其送入地狱。雷曼兄弟漫长故事的最后篇章被一个人所定义：迪克·富尔德。如果你把雷曼兄弟看作一部好莱坞大片，那迪克·富尔德就是那个最具悲剧色彩的反派主角。他在华尔街有个外号叫大猩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凶狠好斗。他在交易大厅里咆哮的样子让人不寒而栗。富尔德以对公司的狂热忠诚而闻名，他痛恨公司被美国运通收购的那段日子，那是耻辱。当后来美国运通把雷曼像垃圾一样甩卖出去时，富尔德接手了。他发誓要复仇，要让雷曼重回华尔街之巅。一上任，他就开始了激进的扩张，公司大量借贷，从头开始重建多个部门，包括对冲基金式的运营部门、私人股本办公室，以及一个迅速崛起的抵押贷款部门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富尔德是个猛人，他领导下的雷曼兄弟硬是挺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挺过了互联网泡沫破裂，甚至挺过了911恐袭。当世贸中心倒塌，雷曼失去了总部，富尔德包下了曼哈顿雪莉登酒店的所有房间，把客房改成办公室。这种战时指挥官的风格让他赢得了华尔街的敬畏。大家觉得只要有大猩猩在，雷曼就不会倒。但是为了让雷曼这艘巨轮加速，富尔德点燃了2个致命的引擎。第一是病态的忠诚机制，富尔德要求所有高管对他绝对忠诚。怎么保证忠诚？用钱。他将大部分奖金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发放，并设定了锁定期。如果你在出售股票前离职，奖金就会作废。这招太狠了，这让员工像在跑步机上一样被永远锁在了公司。你想走，可以留下几千万美元再走。最惊人的是，富尔德自己也陷了进去。他任职期间的酬劳超过5亿美元，大部分是股票，但他几乎没有出售，将自己大部分个人财富都捆绑在了雷曼兄弟自身。作为金融专业人士，他犯了大忌，没有分散投资，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注在了公司里，这让他失去了客观判断风险的能力。第二就是那个最终杀死他们的武器——杠杆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请大家听好。如果不理解杠杆，你就无法理解2008年的危机。2007年，雷曼兄弟宣布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，利润超过42亿美元。但就在高管们开香槟庆祝时，公司的命运已经被注定。雷曼兄弟最大的问题在于债务，他当时拥有6000多亿美元的资产，但这其中真正属于雷曼自己的净资产，也就是属于他们的本金，只有区220亿美元，剩下的5800亿全是借来的。这就像什么？想象一下，你要买一套100万的房子，普通人买房首付30%，借70%，雷曼兄弟呢，他只付了3%的首付。如果是牛市，房价涨10%，你的本金就翻了3到4倍，这是暴利，是像毒品一样的快感。但只要房价下跌3%，仅仅是3%的微小波动，你的本金就全部亏光，你不仅一无所有，还要背负巨额债务的利息。这就是2007年年底的雷曼兄弟。
它就像一艘以光速飞行的飞船，只要撞上一颗微小的陨石，就会粉身碎骨，而那颗陨石名字叫次级抵押贷款。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最后的9个月。次级抵押贷款部门本来利润并不高，但为了让富尔德满意，为了维持那虚幻的高增长，他们借了大量的钱去处理更多的贷款。他们敢这么玩，是基于2个假设：第一，他们很快就会把这些贷款打包成债券，卖给全世界的机构投资者，也就是所谓的击鼓传花；第二，最坏情况下，他们可以收回房屋，卖掉房子来偿还债务。但到了2008年年中，这2个假设都错了。房地产市场开始疲软，当美联储加息，人们的债务负担追了上来，房屋销售放缓，房价下跌，这意味着卖房不再能保证完全覆盖抵押贷款。大投资者也开始变聪明了，他们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失去兴趣。雷曼兄弟被迫自己囤积这些卖不掉的货。更糟糕的是，雷曼兄弟一直在保留风险最高、收益最高的债券给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账面上，这些垃圾债券支付高达12%的利息，而公司的借款成本只有4%。为了赚这8%的利差，他们像抱着定时炸弹一样，死死抱着这些坏账不放。迪克·富尔德领导下的雷曼兄弟是一艘火箭飞船，但火箭飞船是受控的爆炸，他们总是在灾难性失败的边缘游走。到了2008年3月，另一家投行贝尔斯登濒临倒闭，那时候美联储出手了，摩根大通出手了，贝尔斯登被救了。这给了富尔德一个错误的信号，他以为雷曼兄弟比贝尔斯登更大，政府绝对不会看着雷曼倒闭，他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能倒。这种傲慢让他错过了最后自救的机会。他拒绝了巴菲特的投资，拒绝了韩国人的收购，因为他觉得对方出价太低，侮辱了雷曼的价值。但他忘了，一个溺水的人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。到了9月，游戏结束了，公司积累了无法出售的坏账，卖不出货就等于没现金，没现金就无法偿还每天到期的巨额短期债务。这已经不是利润问题了，这是功能性死亡。尽管大楼还在，员工还在，电脑还在闪烁，但这家公司在财务逻辑上已经是一具尸体。2008年9月12日周五，这一天注定载入史册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召集了华尔街所有主要银行的 CEO 到美联储总部开会。在这个充满权力的房间里，大家只讨论一件事：如何处理雷曼这具尸体。但是唯独雷曼的 CEO 迪克·富尔德没有被邀请，他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电话。几个月前，政府救了贝尔斯登，但这一次风向变了。当时距离美国大选只剩几周时间，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已经到达顶峰，没有一个政客敢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救这群开着私人飞机、领着巨额奖金的银行家，那样做等于政治自杀。那天晚上，电话铃没有响，或者说响了，传来的消息是没有救助，雷曼兄弟被世界抛弃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回到了9月15日那个灰色的周一，雷曼倒闭，紧接着美林证券被卖身 ，AIG 濒临崩溃，全球股市自由落体，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房子，失去了退休金。至今，金融家、银行家和政客们仍在争论，如果不让雷曼倒闭，是不是就能避免后来的全球大衰退？但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历史没有如果，重要的是我们学到教训了吗？看看今天的世界，我们的债务比2008年更高，我们维持低利率的时间比那时更长，而金融公司正在不断找出新的有创意的方式，向根本不该借钱的人放贷。所谓的次级贷换了个马甲，变成了各种我们看不懂的衍生品。雷曼兄弟在成为美国历史之前被历史所塑造，它之所以能持续如此之久，是因为它不断适应时代，但它最终的死亡教会我们的是，把一件事做好比试图把所有事都做好更重要。还有，当杠杆加上傲慢，那不仅是致富的捷径，更是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。雷曼兄弟不是一个意外，它是人性的必然。只要贪婪还在，下一个雷曼已经在路上。想知道为什么同样的错误在过去2000年里导致了每一次经济危机吗？如果你想看透这些复杂的经济迷雾，搞懂历史背后的金钱逻辑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是您的财经讲述人，我们下期深度视频见。